那闻言呢，众人都看着苏腾，那就连刚回来的商小飞都八卦地看着苏腾，就满腔怒火的居然一下子就不生气了。真的，那女孩子在哪里？你不骗我吧？你要是敢骗你老爸我，别怪老爸对你不客气了哈。为了你的婚事，我和你妈没日没夜的操心。苏家主愣过之后，连忙问儿子是真是假。苏腾拿出了那串钥匙，他随身带着。跟程庆认识后，他也没有将那串钥匙还回去，就这是他们的定情之物，单方面的凝情之物。苏腾将那钥匙扣上的相片递给父母看，对父母说道：“爸妈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女孩子的相片，能找到她多亏了商小姐。商小飞，我没有给你牵红线呀。”知道苏腾找到了他的命定之女，商小飞很开心。那这样苏腾就不会再来纠缠他了，哪怕知道苏腾不爱他，但是他的纠缠还是让他添了几分烦恼的。当然好处也是有的，好处就是母亲对君然态度好了很多，还有就是他和君然的感情更加的牢固了。但他没有帮苏腾介绍过女朋友，苏腾把这件事安到他头上来，他戴不起那顶高帽。苏腾说道：“商小姐是没有给我牵红线，不过还是因为商小姐，我才能遇到她。那天商小姐出差归来，我不是亲自去机场接你吗？就是在机场捡到了这串钥匙的。看到挂在钥匙上的这张小相片，我当时就心跳加速，我想，那就是心动的感觉吧。没人的时候，我还会控制不住自己，拼命亲着相片上的女孩子。苏腾今年34岁了，他比陆东明略小，两个人是管城最有名的钻石王老五，见过他的人是不多，但凡见过他的人，对他的评论都是成熟稳重。这么成熟稳重的人，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，竟然会对着一张相片猛亲。想到苏腾的特殊情况，他这种病想被治好，治不好，只有一个人是他的解药。除了那个女人，他对其他女人依旧是没有反应的。能让他这么冲动的，绝对是他的命定之女。这女孩子眉眼间一团英气，又明艳动人，笑容灿烂，一看就是个练家子，与咱们家苏腾真配啊！苏家主当即就夸赞起来。苏太太从丈夫手里拿过那串钥匙，盯着程庆的小相片看，边看边夸着，这笑容不仅灿烂，还暖和，很治愈人心。年轻、漂亮，充满自信与活力，眉眼间英气逼人，好，我喜欢她当我儿媳妇。众人在心里腹诽着你们儿子这种情况，能让他有反应的女孩子，普天之下就只有一个。你们喜欢也得喜欢，不喜欢也得喜欢了，没得选择。苏家主，能让我看看那姑娘是谁吗？商太太忍不住问着。那她也很想知道苏腾的命定之女是谁。苏太太大方地将那串钥匙递给商太太，笑咧了嘴，说道：“我现在放心了，咱们苏腾有就不用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商太太，你帮我们看看吧，这姑娘是不是很好？我觉得与我儿子非常般配，刚才还亲热地叫着亲家，现在知道未来儿媳妇换人了。”苏太太就马上就改口。商太太看了程庆的相片，又给丈夫看，她笑道：“这姑娘给人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，与苏少主那是郎才女貌，非常般配。就算那姑娘不好，商太太也会夸出花来。更何况程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好，很舒服的感觉，能让商太太第一眼看到觉得很舒服的人，在程庆之前就只有海彤姐妹俩了。那时候还不知道海彤是自己外甥女。商太太看到海彤就很喜欢，忍不住想亲近。程庆给她的感觉也是这样。商家人都看过了那个姑娘，君然凑在商小飞的身边，也看到了程庆的样子。很快，那串钥匙回到了苏腾的手里，苏腾赶紧收起来。
看他宝贝的样子，大家彻底相信他说的话。苏藤是真的喜欢那个姑娘。那这个女孩子估计就是大师说的，能挽救苏藤的命定之女了。苏藤，那她叫什么名字？程沁，云城程家武馆馆长的女儿，自幼习武，从小到大参加过无数次的武术比赛，哇，身手了得。现在在他家的武馆当武术教练。苏家主笑着，好好好，他这样的人就适合你，适合咱们家。虽说苏家一向与人为善，尽量不结仇，但由于他们有时候帮别人调查一些事情的真相，还是得罪了不少人的。就有人恨不得弄死他们苏家人呢。苏藤以后是苏氏家族的当家人，他的妻子自然就是当家太太。如果苏太太是个普通人，不懂拳脚功夫，就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，哪怕他们可以安排保镖跟随，也有漏洞。那所以苏藤的妻子会拳脚功夫是最好的。不过女孩子身手了得的人并不多，就算很多人也学过跆拳道，真正交手的经验少之又少。对付普通人或许能以1对1，若是遇到真正练过的人，人家一招就能将你放倒。苏家主认识的，知道身手还可以的亲人以外的女性，只有海童符合这个条件，但海童早早就嫁给了战印。苏家与战家的渊源极深，自然不能盯着老太太亲自选中的长孙媳妇。有时候苏家主都遗憾啊，怎么不是他的儿子先遇到海童呢？转念一想，又觉得儿子是特殊情况，就算先遇到海童也没有用，说不定2个人只会成为异性兄妹，成不了夫妻的。因为海童不是他儿子的命定之女，缘分这东西真不好说。现在知道真正能让儿子成为一个正常男人的程沁，身手了得，苏家主那是100个满意，100个放心了。程沁是带孩子来管城参加武术比赛的，很巧的就让我捡到了他的钥匙，他的钥匙上面还有他的相片。我对他的相片一见钟情，对他真人更是爱得不行。苏藤也就刚行动，他已经对程沁说爱，哇，让大家都惊叹，这命定之女魅力无边呀。其实是苏藤第一次尝到动心的滋味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。爸妈，我本来不想那么快让你们知道的，就是怕你们的热情会吓到程沁，但你们却误以为我对商小姐有什么，更是不经过我同意，不问我一声就跑来提亲。我只能先跟你们说，让你们安安心，儿媳妇你们肯定会有的，但不是商小姐，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打扰商小姐。苏藤对父母说完后，又郑重地向商小飞道歉。他歉意地道：商小姐，这段时间打扰你了，给你添了烦心事，是我的错，我输给了唐永安，就不得不为他办这件事。你也别怪唐永安，他是被凤仪吓到的。商小飞吃到了苏少主恋爱的大瓜，满足了八卦好奇心，早就不生气了。那再说，海童也向他坦诚，告诉了他真相，就算是气也都气过了。他大度的道：我知道这件事的主要源头是因为我妈在回来之前童童告诉我了，唐先生是想让我妈死了，撮合我和他在一起之心，找他表哥诉苦去。战印给他支的招，我也能理解战印的，那是他亲表弟，表弟求助上门，他能不说几句吗？原来是战印支的招儿，枉他那么信任战印呢。两家来往渐渐密切，生意上又深度合作，战印坑起他来毫不手软呀。苏藤笑了笑说道：过去大家对商小姐的评价都是虚的，以后谁再敢说商小姐嚣张蛮不讲理，我听到了，大耳光抽过去替你证明。商小飞明明就是个大度的实情实理的好女孩，外面的人呀估计是嫉妒商小飞原生家庭好，
能够率性而为，羡慕嫉妒恨的同时，就忍不住诋毁商小飞，给商小飞冠上不好听的名声。商小飞的性格又是管你们怎么说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时间长了，他的名声不就毁了吗？还好，居然是个识货的人，爱上了商小飞。商小飞无所谓的笑道，嘴巴长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听见了，反驳回去便是；没听见的，就当他们没说，任他们说破天去，我又不会少块肉。哎，何必因为他们而影响自己的心情？他本性如此。苏腾对君然说道：“君武少，你是个有眼光也有福气的男人。”君然笑着：“谢谢。我也觉得我是个有福气的男人。”他看商小飞的眼神充满了深情。苏腾又对商太太夫妻俩说道：“商叔啊，凤姨，你看君武少和商小姐感情多好呀。虽说君家远了一点，君武少却是长期待在管城的。你们家隔壁那栋还在装修的大别墅，也是君武少的房子，他以后就住在那里。你们认可了君武少，会多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婿。反对的话，我觉得到了最后，你们还是会接受的。否则错过了君武少这个好女婿，你们会后悔，也会愧对你们的宝贝女儿。闹出今天这件事，主要也是因为凤仪。”商太太抿唇不语。商先生讪讪的，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强烈反对女儿远嫁的是他太太。他其实很欣赏君然的，就主要是女儿现在爱的男人就是君然。以前小飞追着战印跑，战印对他不屑一顾。知道战印和海童闪婚后，小飞挥剑断情丝，好不容易彻底放下了对战印的感情，重新开始新恋情。商先生呢，希望女儿幸福，就是他是个妻管严，妻子反应过于激烈，就他不敢明着来。爸妈，我跟程庆说好的，中午请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吃饭，马上就到时间了，我得赶过去。这是麻烦爸妈收拾一下残局，还有我与程庆的事，我自己能处理好，不用爸妈插手。总之，你们的儿媳妇跑不了的，相信你们的儿子。闻言，苏家主夫妻俩赶紧催促着他，赶紧的，别迟到了，过去请程庆吃饭，你能处理好就行，我们不插手，保证不插手，就让儿子享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滋味吧。别人有过的，他们儿子也会有。苏腾跟商家人说了声抱歉，就赶紧走了。那他走后呢，战印夫妻俩才到，吃瓜没有吃个正着。通过商小飞的嘴，夫妻俩也知道了。苏腾找到了他的命定之女，战奶奶认识的那位大师真牛逼。彤彤，你跟奶奶说一声，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？我也想让大师帮我算一算。哎，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女首富啊！商小飞惊叹于那位大师的厉害。哎，算得真准，算战印和海童有一世的夫妻缘分。在战奶奶的强势干涉下，战印被逼无奈与海童闪婚，最后还真的栽在海童手里。有了如今啊，夫妻恩爱。这大师说小夫妻俩会是儿女双全之命，这个还需要去求证。但是说海童在入秋后就会有好消息，这不就也准了。然后说苏腾能遇到他的命定之女，还说那个女孩子会来管城，年纪24岁都算准了。从来不相信玄学的商小飞，就对那位传说中的大师感兴趣了，想找对方算一卦。海童笑道：“你现在感兴趣，晚了点。”商小飞：“怎么晚了？大师上次就说了，他与我们这些人缘分已尽，让我奶奶以后不用再找他，就算找他也不会再见奶奶，不会见我们这种真正的高人。凡事都是讲究因与果的，对方认为与他们有缘分，所以与奶奶结识，深得奶奶的信任，
缘分尽了，就是结识多年的战老夫人也不再给面子。战印兄弟9人，奶奶也只是帮他算了，主要是那位大师只愿意帮他算。对方说他与战印前世相识，欠了战印一点债，才肯见我夫妻俩一回。那众人也都觉得那位大师好厉害。那既然世外高人都说尘缘已尽，他们也不好再强求。苏家主说到，我还想着备上厚礼去酬谢那位大师呢，不曾想上次一见已是缘尽。看着堆满茶几的礼品，苏家主又说到，商太太，今天我夫妻俩唐突了你们，这些东西就当作是我们赔礼。苏腾那衰仔给商小姐制造了困扰，我们替他向商小姐道歉。商小飞说道，我已经不生气。他看向父母，商太太有点不好意思的道，说起来这件事还是因我而起，不怪你们的。既然苏家主说是赔礼的，那我们一家人就收下了。苏太太笑道，虽说咱们2家人成不了亲家，苏腾能找到成亲，是小飞间接牵的线，我们很感激，以后咱们2家常来往。苏家与战家的来往最密切，过去与商家没有到结仇的地步，不过由于他们与战家关系极好，战氏与商氏又是对手，苏家与商家就是面子情。现在呢，战家与商家在生活上已经和睦相处，在生意场上没有成为合作关系，倒也没有了以往的针锋相对。苏家要与商家常来往，也不用担心战家不爽了。那战家与商家已经成为亲戚关系，商太太爽快的倒是要常来往的。苏家主来提亲仪式，经过苏腾的解释，总算落幕。以后呢，苏少主也不会再来纠缠，不管是商家人还是苏家人，都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。苏家主夫妻俩留在商家吃饭。却说苏腾风风火火地赶回管城大酒店，还好他还是比程庆他们早一步到酒店。他刚停好了车，就看到有一辆大巴车驶过来，最后在酒店门口停下来。很快啊，车门打开，那最先下车的人就是程庆。程庆下车后站在车门口，看着他的学生们一个个下车。下车后他还点了点人数，确定自己带出门的12个孩子都下了车。他笑着向司机道谢。很快司机开车走了。这么高级的大酒店，贵客特别多的，他的大巴车体积太大，可不能待太久，挡住那些豪车。程小姐，苏腾走过去。程庆转身看到苏腾，他也笑着走向苏腾。苏先生，你等了好久吧？没有，我刚才有点事去处理了，也是刚到酒店的。他看向程庆的那12名学生，都是几岁大的孩子。程庆对学生们说道，这位是苏叔叔。苏叔叔好。12个学生异口同声地向苏腾问好。小朋友们好啊。苏腾温和地回应着。他伸手就近摸了摸一个男孩子的头发，温声问着，你们比赛结果怎么样？冠军。12个小朋友异口同声地应着。程庆也是笑嘻嘻的，很开心。真棒，苏叔叔替你们感到高兴。苏叔叔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，礼物还在苏叔叔的车上。你们想不想要礼物？想要礼物的呀，跟着苏叔叔去拿礼物了。苏腾说着招呼一般，小孩子向他的车子走去。听说有礼物，孩子们先是看向程庆，见程庆没有反对，他们才欢喜地跟着苏腾走呢。苏腾拉开了车门，钻进车内，然后将他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一样样地下车，告诉大家，礼物盒子上都写着你们的名字的呀。程庆走过来，听到他的话，颇是吃惊，问他苏先生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他只告诉了苏腾，他带了12个孩子过来参加比赛，6男6女，并没有说出学生们的名字。苏腾说道，你说你们是过来比赛的，我让人去打听了一下，
就知道了孩子们的名字。每个人都有礼物，礼物也都不一样。先拿着，吃完饭再拆礼物。孩子们收到礼物，礼物盒看上去高大上，个个都欢喜不已。苏藤让助手办这件事，助手也细心，摸清楚这12个孩子的喜好，才给他们准备了薪水的礼物，保证孩子们拆礼物盒子的时候能收到一个惊喜。他们的少主好不容易开窍，喜欢一个女孩子了，他们当下属的，那自然要尽力帮少主办好这件事。谢谢苏叔叔。孩子们收到了礼物，开心的道谢。苏藤笑着，你们喜欢就好。程庆觉得苏藤平易近人，亲切的很，没有大总裁的那种不近人情，高高在上。看苏藤对孩子们也很好，他对苏藤的印象极佳。最后呢，苏藤拿下来一个精致的礼物盒，他拿着那个礼物盒，在孩子们的注视下走到了程庆的面前。程小姐，我也给你备了份礼物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程庆不接礼物，他说道：苏先生，都说了举手之劳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你今天请我们吃饭就是报答我了。程小姐，请你收下我的谢意，小小意思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，和孩子们的一样，都是些小礼物。程小姐要是不收下，就是嫌弃我的礼物太轻，那我就赠送一辆豪车，一栋别墅给程小姐，以报答程小姐的救命之恩了。她不相信苏藤给她准备的礼物和孩子们的一样，都是小礼物，但是不收下，苏藤就会一直惦记着，觉得还没有报答她的恩情，说不定还会跑到云城去报答她呢。那想了想，程庆伸出手接过了那个礼物盒，笑着苏先生这样说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苏先生，你请我们吃饭，又给我和孩子们都准备了礼物，算是报答了昨晚上我帮你的小忙，那件事别再放在心上了。苏藤笑道，行，那咱们就是朋友。程庆没有反对，朋友就朋友。孩子们今天已经比完赛了，带孩子们在管城玩上2、3天，就回云城了。云城和管城隔得远，以后他和苏藤见面的机会可能都不会再有，顶多就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，这样的友情估计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。所以呢，他没有反对与苏藤成为朋友。走，我们进去吃饭，厢房我订好的了。程庆收下了礼物，苏藤呢，心情愉悦，招呼着大家进酒店。这正午的阳光毒辣得很，热死人了。就程庆带着孩子们和苏藤一起进去，边走边问着苏藤，苏先生今天换了辆车的啊，不过开辆低调点的车子安全一点。苏藤解释，我平时开的车放不了多少东西，要给孩子们带礼物过来，就我才会换一辆车的。这是我车库里最低调的一辆车了，还是新买的车呀。特意买来给孩子们拉礼物过来的。程庆哦了一声，觉得那辆车太新了，好像是新买的，不过苏藤说是他车库里的车，他便没有再问下去，认为是苏藤平时很少开这么低调的车，他的车才会看上去像是新买的一样。想来苏藤不会为了给他和孩子们带礼物特意买一辆新车吧。苏藤带着程庆和一班孩子进了他提前订好的大雅房里，等大家坐下来后，他示意服务员将菜谱通给程庆点菜。程庆却说道，苏先生，我和孩子们都不挑食的，你应该更熟悉这里的菜是哪一道好吃。还是你来点菜吧。程小姐平时不是在酒店吃饭？在啊，不过我们一般都是在1楼的自助餐厅吃饭的，我觉得有更多的选择，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孩子们也喜欢我跟他们说的，能吃多少拿多少，不要浪费粮食就行。苏藤笑道，程小姐说的对，
不能浪费粮食，能吃多少拿多少。那我就自作主张点菜了。事实上，苏腾也很少在管城大酒店消费，偶尔过来，要么是弟弟请客，要么就是战印请他吃饭。想起自己在管城大酒店吃过的菜式都很好吃，洋洋那么小都没有嫌弃过。苏腾便按照自己吃过的那些菜式点菜，点好菜后等上菜时，苏腾很自然地和程庆聊天，那些孩子们则在吱吱叉叉地说着他们的话题，就时不时他们也会偷偷地看苏腾。程小姐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苏腾给程庆倒了一杯茶水，问他。每每看着程庆那张俏丽的脸，苏腾就觉得自己心跳加速，看他的眼神啊，压抑着柔情。从来没有尝过情爱的苏少主，遇到了能让他有反应的女孩子，那情愫来得特别凶猛，就亏得他稳重压得住，没有被程庆看出来。程庆老实的道：“我们已经比赛完，接下来就是带着孩子们去玩，玩上几天再回云城。程小姐想带孩子们去哪里玩啊？”哎，程小姐会开车吗？我会开车，18岁考到的驾照，现在已经有6年的驾龄。管城的动物园、出名的公园，以及一些景区、海边呀，我都想带孩子们去玩。苏腾说到：“程小姐会开车，我借辆车给你使用，你们想去哪里？我给你们当免费的导游。管城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都可以去玩。你们可以等国庆假期结束了再回去。”程庆说到：“我们是在假期的第3天回去，免得最后一天到处人太多。苏先生工作忙，不敢打扰苏先生。我租了大巴车的，就是送我们回来的那辆大巴车，已经跟司机说好了出行的车费。付钱了吗？还没有，不用付钱了，就我借辆车给你，加上我开一辆车就够了。我工作在忙，程小姐难得来一趟，我也要尽到地主之谊。要不是程小姐帮了我，我说不定被抢个精光，还有可能遭到绑架，遭受歹徒的折磨，生不如死呢。程小姐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请程小姐吃饭，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的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呀。程密那些抢匪怎么样了？会被判多少年？他换了个话题，全部进去了，会判多少年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抢劫罪最少也要判几年。苏腾撒谎那是面不红气不喘，他的手下是进去了，不是进去坐牢，而是进了医院，在医院躺着疗伤呢，被程庆打伤的或者跌伤的都有。总之，程庆一出手，就让他的手下们倒下了一片，大家对他这位未来的少主夫人充满了敬畏。程庆说道：“你是倒霉，我听说管城的治安很好的，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摩托车党出现，这一出现就遇到了你。”苏腾笑：“我倒觉得是他们倒霉，是他们出师不利，一出现遇到了程小姐侠骨一胆，救了我，把他们打倒在地。我想他们做梦都想不到，他们那么多人，还会栽在你一个人的手里。警方可以说是将他们一锅端了，活该好手好脚的，做什么不好，非要做抢劫犯。程小姐，你们去玩的事，车我出了，我陪你们到处玩，有我这个本地人带领着，你们也少走些弯路，更不用担心被坑。有这个机会和程庆相处，可以好好的表现一下，苏少主才不会错过呢。程小姐听说过悠悠山庄吧？眼看说服不了程庆，苏腾想起程庆八卦过战印和海童的爱情，便拿战家庄园来诱哄着程庆，让他同行。程庆说到这个山庄名字听着有点耳熟，我好像听说过，就是程小姐问过我的那位战少的老家，战家的大宅就是悠悠山庄，山庄很美，当然了，那是战家的大宅，不对外开放的。我和战少有过几次生意上的合作，倒是可以带着你和孩子们呢
去游游山庄玩一玩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要去打扰战家的任何人。山庄很大，我们不打扰主人家，也不影响我们游玩。他帮战印那么多忙，现在轮到战印无条件帮帮他了。不过苏腾不想让战家人看到他，怕身份曝光不利于他追妻。程庆恍然，原来是战少的家呀。我就说嘛，这么耳熟。哦，原来是战少的家，那是别人的家。我们进去玩不太好吧？就心动还是心动的。程庆毕竟才24岁，年轻的很，闲时又像沈小军那样喜欢看。战印这样的大总裁就和他看的霸总一样，他并不想去结识，只是喜欢听八卦而已。咱们不去打扰他们，只在山庄的风景园走动，里面也有儿童游乐场所，你的学生们去那里玩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主要是免费比你带他们去儿童公园玩方便多了。你去那些儿童公园里玩，买得起票，确实不在排队，就是在排队的路上，那玩起来一点都不尽兴。程庆想了想，问道：我们去游游山庄，真的不会打扰到战家人吗？不会的，程小姐感兴趣的话，我跟战少说一声。战少打电话给他的管家，我们去的时候自有管家接待，就不会打扰到战家任何人。程庆自然是心动，他说道：我还是考虑考虑吧，那是别人的家，我们这样去玩会吵到别人，主要是他去哪里都需要带着12个学生，不能撇下学生们自己潇洒快活。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你要是担心会吵到别人，我现在就给战少发信息问问他的意思。苏腾为了多点时间和程庆相处也是够拼的了，他当即就发信息给战印。不过他先是发了文字信息，告诉战印他正在追妻，请求战印帮帮忙。回复他的时候，别叫他苏少主，称呼他苏总，或者就直接叫他的名字都可以。那程庆未必会知道苏家的事，但是苏腾还是不想让他知道，怕吓着他，也怕他知道了他苏家的主要性质，以及他是苏家少主，会猜到他调查过他，那对他的好印象就会大打折扣。程庆是这个世上唯一能让他心动，能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男人的女人。苏腾自然不会允许在婚前发生任何的意外。就战印夫妻俩呢是留在商家吃饭的，饭后呢也没有马上离开。收到苏腾发来的信息，战印对身边的爱妻说到：彤彤，总算等到苏腾向我求助了。海童听着他的话就忍不住笑起来，说你一直都在等着苏少主向你求助，也不是苏少主那么厉害的一个人，我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亦或将来，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求助到苏少主，欠他太多人情，哪怕他每次也会向我收取费用。看在苏南的颜面上，苏腾给我办事，收取的费用都是很少的，友情价吧，欠人情太多，总是想还一还。可惜苏腾太厉害，一向都是他帮别人办事，别人是帮不到他办事的。难得他向我求助了。战印说着把手机给爱妻看，海童看了苏腾的信息，笑道：他这是学你吧，先装穷，隐瞒着身份，攻下了程小姐，那再坦诚身份，他就不怕程先生知道他在骗他会生气啊。老婆，咱们的事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别翻旧账啊。战印善笑着，他最怕老婆翻旧账的了。苏腾也只是隐瞒了他苏家的主要性质，以及他是苏家少主的身份，大概是怕吓着程小姐吧。苏家经常帮别人调查这调查那的，得到他们帮助的人自是感激他们，遭到他们调查的，那是对他们恨之入骨。只不过苏家虽低调却强大，加上与我们几大家族都来往密切，目前还没有人敢出手而已，却是潜在着危险的。只要了解苏家的人，除非自身也是这样的性质，或者自家女儿也是厉害，
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家，才会想着与苏家联姻。苏腾是苏家少主，他未来的妻子，潜在的危险性最大。程小姐知道苏腾是他公司的老总，苏家也是有几家拿得出手的公司的。海童哦了一声，他就是和你骗妻不一样，你是装穷也不算装穷，就是装成个普通打工一族，隐瞒了你战少的身份，将我骗得团团转的。苏少主骗妻则是不让。程小姐知道苏家真正是干什么的，想着先把程小姐骗入坑了再说，骗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看来苏少主没有从你身上汲取到教训呀，你那些堂弟们倒是汲取到教训了。战印一把揽住老婆的肩膀，将她揽靠在他的身上，讨好对到老婆，过2天咱们去度假好不好？就咱们俩。去哪里度假啊？海童的注意力被成功引走了，还是在管城，不过是去我名下的另一处房子，你还没有去过的。不等办了婚礼再去度假吗？不能出远门度蜜月，在管城走一走，自驾游当蜜月假也是可以的。战印想到结婚周年后便是婚礼，是可以两者一起，不过意义不一样。他说到咱们就去2天，婚礼过后再去自驾游。我有1个月的婚假，想象得到苏南有多气了。战印他新婚的时候，我给了他2个月的婚假呢，我自己结婚才休1个月的婚假，他有什么好气的呀？海童笑，行，你安排吧。他也想到了，战印是想带着他远离众人，安安静静的过2个人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啊。他说给他准备结婚周年礼物，不知道准备的是什么礼物，他也给他准备了礼物的。小军说男人和女人一样，也要时不时的哄一哄，给他们准备惊喜。那反正苏南就是被沈小军吃得死死的。商小飞说2个合伙人都是御夫有术，那他要向2位合伙人学习御夫。海童笑过他根本不用御夫，他家居然就是个妻奴，他们军家有这样的风气遗传。男人都喜欢宠妻，你记得回复苏少主。海童担醒着自家男人。战印笑道，是哦，要回复他，差点忘记了。说着他赶紧回复苏腾1个字，好。苏腾收到他的回复后，便发了一段语音信息过来。战印点开了语音信息，苏腾说道，战少，我准备带朋友去你们家的，游山庄玩上1天，保证不会影响到你们家人的，可以吗？还有12个孩子，孩子们都是几岁大的，不过他们很懂事，很听话，不会搞破坏。战印直接回复了苏腾，可以，你们想什么时候过去都可以，我会跟管家说一声，你们过去了，管家自会安排。苏腾也将战印的回复让程庆听了。程庆听完后说到，我体会到里写的，声音醇厚醉人了，战少说话真好听。苏腾，我们这些成熟的男人声音都是差不多的，他说话也能说得醇厚醉人。程庆笑道，也是，苏先生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。你是声控啊？我是声控、颜控、武术控，最重要是武术。如果有个人在武术这方面的造诣在我之上，我会特别敬重他，崇拜他，视他为偶像。苏腾松口气，自认他的身手比程庆厉害的，当然了，现在不让他知道，以后给他一个惊喜。